您想象一下哦，一个高科技发表会，然后有一个机器人，外形看起来几乎跟真人一模一样，在那边走秀。结果全世界网友看到的第一个反应，竟然是问：这里面是不是藏了个人啊？这个奇特的现象，就是小鹏汽车他们最新的人形机器人，叫做 Iron， 它一登场就引发的。今天呢，我们就要根据您给我们的这些资料，像是发表会的片段啊、新闻报道，还有他们执行长何小鹏的一些回应，来好好的、深入的聊一聊这款很受关注的机器人 Iron。我们的任务就是帮您梳理清楚，Iron 它到底用了哪些技术？那场真人疑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小鹏对它有什么样的算是宏大的计划吧？还有就是这一切对于整个机器人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由中国公司主导的技术来说，可能又代表了什么意义？希望您听完之后，整个脉络会更清晰，甚至可能会有几个原来如此的时刻。好，那我们就开始吧。我们先从那场闹得沸沸扬扬的真人疑云说起好了。就是在小鹏的那个科技日活动上 ，Iron 不是第一次亮相吗？对，他走起路来那个姿态，很优雅。有人形容说像模特儿走猫步一样，很轻盈。结果这个画面一出来，哇，不得了！全世界的社群媒体，像什么 Reddit、X 平台上面，马上就炸锅了。对，质疑声浪很大。对。超多人觉得这根本就是找演员穿那种特殊道具服，就是所谓的皮套人假扮的嘛。没错，很多人都这样想。这个反应其实也马上让人联想到，就是2021年那时候特斯拉 AI Day 的情况。哦，对对对，那一次。对，当时他们确实就是让真人穿着那个紧身衣上台去扮演还在概念阶段的 Optimus 机器人。有了那个先例，难怪这次大家会这么怀疑。是啊，所以这个反应让小鹏的执行长何小鹏他后来自己说，感觉心情很复杂，甚至有点心酸。心酸？对，他觉得，怎么搞到需要费这么大力气去证明机器人不是真人？他还引用了那个电影《让子子弹飞》的典故，说好像要证明自己吃了1碗凉粉，搞不好得剖开肚子给大家看才行。哇，这个比喻。他一开始的回应是，先在网络上发了一段那种一镜到底的影片，就展示机器人本体，然后还特别让大家听那个机器人运作的时候，不是有散热风扇的声音吗？对，有那个嗡嗡声。对，想用这个证明它是机器。但这样好像还不够有说服力，所以他们后来才做了更激烈的事。是的，没错。在之后的另一个发表会上，他们就采取了可以说是非常手段了。怎么说？他们在那个 Iron 还通着电，就是还能运作的状态下让工作人员直接在台上拿剪刀。拿剪刀？对，直接剪开他那个腿部的所谓的皮肤跟肌肉的覆盖物。哇塞！然后就把里面的金属骨骼啊、机械结构啊，直接露出来给大家看。据说他们团队当时其实超级紧张，很怕机器人会被突然摔倒或是被剪坏。这风险也太高了吧？对啊，所以何小鹏也说，希望这是最后一次需要用这种方式来证明了。这个反应真的很大不过听起来，何小鹏他字里行间是不是也觉得，如果今天发表同样东西的是国外的某个大厂，可能大家反应就会很不一样？他确实有隐约透露出这个意思。他认为这种普遍的质疑可能反映了外界对于中国科技公司技术进步的速度有点不敢相信。甚至可能是一种潜在的，他用了成见这个词。他还说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这样的话。哇！这的确也点出了一个蛮值得我们思考的现象啦，就是当一个技术的发展快到有点超乎大家预期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到底是先赞叹呢，还是先怀疑？这确实是个好问题。好吧，那既然 Iron 是货真价实的机器人，不是皮套人，那它到底厉害在哪里？怎么能做到这么像人，像到让人误会呢？我们来看看它的技术亮点好了。好 ，Iron 的核心设计理念其实就是仿生，他们力求从里到外都要模仿人类。比如说，它有一个仿人脊柱。仿人脊柱？对，有了这个，它就能像我们人一样很自然的弯腰，不像传统那种机器人弯腰都很僵硬。这差很多
对，然后还有所谓的仿生肌肉系统，他们甚至提到说，未来如果量产搞不好可以让您选择，您想要一个胖一点的 Iron 还是瘦一点的？哈，连体型都能选，这暗示了它的体型是有可塑性的，蛮有趣的。真的蛮有趣的。那外观呢，就是皮肤的部分。外层是用一种叫做全包覆柔性皮肤的材料，摸起来触感是软的，而且皮肤底下还整合了触觉感测器。还有兔觉。对，那目前展示的那个原型机，身高是178公分，体重70公斤。不过他们量产的目标是希望可以再矮一点、轻一点。当然了，一个70公斤的机器人在室内走来走去，那个安全设计绝对是重中之重。没错，70公斤在家里晃来晃去，安全性一定要够高。那它的活动能力呢？刚刚提到它走路像模特儿。对，它的活动关节就是我们说的自由度 DOF， 全身总共有82个。82个？对，您可以想象成有82个地方可以独立活动。虽然我知道有些实验室里那种超级尖端的机器人自由度可能超过200个，哇！但 Iron 这82个自由度感觉更像是在追求人类动作的那个拟真度跟未来大规模量产的可行性之间去找到一个平衡点。了解。它还有个仿生动态肩膊，所以可以做出像耸肩这种更细微、更像人的动作。然后脚的设计也很灵活，特别是脚尖，所以走起来步态会更优雅。除了走路之外，那个手的灵活度应该也很关键吧？我看影片，他好像可以很稳定的拿鸡蛋，还可以拧瓶盖。没错，他的双手绝对是技术上的一大挑战，也是一大亮点。每一只手就有22个自由度，一只手22个。哇，对，而且大小跟我们人手差不多1:1，它里面用了一种据说是目前业界尺寸最小的斜坡减速关节。斜坡减速关节，那是一种很精密的传动装置，可以在很小的空间里提供很大的扭力跟精确的控制。你想想看，要在那么小的空间里做到这么灵活，还要兼顾力量跟稳定性，抓住鸡蛋还不能捏破，这个一直都是人形机器人要量产的超级难点之一。听起来就很难。那他的脸呢？我看他好像没有五官，是一个银骨，对不对？对，它的头部是用一个3D 的曲面萤幕，主要是用来显示一些表情状态然后整合了听说看还有表达情绪的功能。那萤幕后面当然也装了必要的感测器，像摄影机毫米波雷达这些，用来感知周围的环境。未来规划是说，它要能够具备自然语言互动能力，可以跟您聊天对话。了解。那驱动这一切让它能看、能听、能动、能互动的，应该就是它的 AI 大脑了吧？正是如此。Iron 里面搭载了3颗小鹏他们自己研发的，叫做图灵 AI 晶片。图灵 AI 晶片。对，3颗加起来的总算力达到2250 TOPS。这个 TOPS 是一个衡量 AI 运算速度的单位啦，数字越高就代表越强。小鹏是宣称这规格是目前机器人里面最强。在这个硬体之上呢，跑的是小鹏自己开发了一套叫做物理视觉基础模型的 AI 系统，特别是他们的第2代 VLA。VLA？ 对 ，VLA 就是视觉、语言、动作 Vision Language Action。您可以简单把它想成，这整套 AI 系统里面有负责思考决策的部分，他们叫 VLT。有整合视觉和语言理解的部分叫 VLM， 而最核心的这个 VLA 就是负责直接去控制全身那82个关节到底要怎么动。所以 VLA 是管动作的。那这个第2代 VLA 有什么特别厉害的地方吗？它的突破点，根据小鹏的说法是，他们拆掉了语言层。拆掉语言层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传统的模型可能运作方式是看到影像，把影像转译成语言描述，再根据这个语言指令去行动。但他们这个第2代 VLA 号称能更直接的看懂物理世界，然后就做出反应。就像我们开车是直接看路况反应，而不是先在脑子里把路况讲一遍再决定怎么开。对，就是这个意思。
这种看到就能动的模式，理论上反应会更快、更直觉。他们认为这可能是通往真正物理世界智能的一条比较快的路径。为了训练这个模型，小鹏还在广州盖了一个专门的具身智能数据工厂。哇，听起来这个 AI 真的很核心诶。那能源的部分呢？它用什么电池啊？您刚刚提到全固态电池，这个技术不是很新吗？好像还没在电动车上大规模普及，为什么反而先用在机器人身上？对，这挺蛮有意思的。何小鹏他们解释，主要就是基于一个可以说是极致的安全考量。安全？对，因为你想，机器人未来是要进到我们家里、办公室这些地方，人很多、很密集，所以对电池安全的要求绝对是最高的，比车子还高。有道理。然后，机器人用的电池容量其实比电动车小很多啦，大概不到2度电 kW。这也让率先应用全固态电池这种新技术，在技术难度跟成本上变得比较容易实现一点。哦，原来如此啊！他们也特别强调，这种电池非常耐操，很耐冲击、耐穿刺、耐高温等等。除了电池本身这种被动安全，那主动的防护呢？它会不会撞到人或东西？这个也很重要。Iron 据说具备了室内的 AEB 功能。AEB 像车子那样的自动紧急刹车？对，就是能在室内侦测到障碍物或人，然后自动刹停，避免碰撞。这也提醒我们，真实的环境，像家里或办公室，比实验室复杂太多了。地上可能有高低差，可能有乱跑的宠物或小孩。对对对。所以机器人需要很强的主动避险能力。真的不能像有些展示影片那样随便去踢它、踹它，那个在真实环境是很危险的。没错，我还看到小鹏提出了一个蛮有意思的概念，叫做机器人第四定律啊。对，这个很有趣，就是在科幻作家埃西莫夫提出的那经典的3大定律之外，他们自己加了一条。加了什么？第4条是机器人不得泄露人类隐私，必须保障资料安全。哇，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你想想，以后机器人如果真的深入我们的生活，它身上装满了镜头、麦克风、各种感测器，那隐私跟数据安全绝对是个大问题。所以他们先把这个原则提出来，我觉得是很有远见的。同意。好了，技术面听起来真的很惊人。那小鹏到底打算怎么把这个 Iron 推向市场呢？他们的时间表跟规划是什么？听起来野心不少他们的目标设定的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积极。多积极？他们的目标是要在2026年底实现大规模量产。2026年底？哇，这真的很快考虑到现在人形机器人技术的复杂度，还有全球其他公司的进度，这个时间表，只能说野心非常大，挑战也巨大。没错，非常挑战。那初期会应用在哪里呢？总不会2026年底就直接走进我们家里吧？初期的规划，他们说的并不是直接进入家庭或工厂。那是要去哪儿？他们目前锁定的是商业服务的场景，比如说担任博物馆或展览的导览员、商场的导购员、公司的接待人员，或者是在一些特定的区域，像园区或大楼里面做巡逻员。也计划先在小鹏自己的汽车门市里面使用，甚至有可能送到像宝钢这种大型的工业环境里面去学习做一些巡检的任务。了解。不过为什么不先去工厂做那些很重复性的工作，像是锁螺丝什么的，或者直接卖到家里帮忙做家事？这不是大家最期待的吗？他们有他们的考量啦，比如说在工厂，像您说的拧螺丝这种工作，对机器人那个精密的手部其实是很大的耗损，会磨损很快。对，维修成本可能会很高，在目前中国的劳力状况下，可能还不一定比真人力划算。有道理。那家庭呢？至于家庭环境，最大的挑战其实是非标准化跟安全性。非标准化？对，你想想，每个家庭的格局都不一样，地上可能随时有玩具、有电线、有狗狗、猫猫跑来跑去。这种充满各种预料不到的障碍物的环境，目前的技术其实很难保证机器人在所有的家庭里面都能安全又可靠的运作，不会自己绊倒，或者不小心弄坏东西，甚至伤到人。的确，家里太乱了。
对嘛？所以先从环境相对单纯、可控、任务也比较明确的商业场景开始，是一个比较务实的选择啦。这样听起来很合理。不过，开发这么复杂的机器人，挑战肯定不少吧？绝对是挑战非常大。小鹏他们自己也强调，机器人跟以前的产品很不一样，它是所谓的软体定义硬体。软体定义硬体。对，这跟以前我们先把硬体做好，再开发软体去控制它的模式是反过来的。机器人的很多能力，比如说走路，它其实是靠 AI 去学习、去强化训练出来的。然后学习的结果会反过来决定说，这个硬体应该要怎么设计才能配合得更好。是互相影响的。没错，而且他们对品质的要求，据说是超越车规等级，比汽车还严格。对，因为你想，全身有82个关节，这个复杂度远远超过汽车引擎。任何一个小关节如果出了问题，可能就导致整个机器人瘫痪了。所以对稳定性、安全性的要求比汽车还要高。哇！何小鹏就打了个比方，他说现在开发 Iron 那个难度就像是在2015年，当时整个软硬体的供应链都还很不成熟的时候，硬要去打造出能够商业运营的 Robotaxi 自动驾驶计程车一样困难。可以想象那个挑战。对，你需要整合控制眼睛感知、手操作、脚移动这些完全不同的系统，让它们协调运作，这个挑战非常大。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一直强调要全端自研，就是从硬体到软体，从演算法到数据都要自己掌握。据说投入了大概上千人的研发团队在这上面。投入这么多人力，那为了让 Iron 的应用可以更多元，他们好像也打算采取比较开放的策略。是的，他们有计划要开放 SDK 软体开发工具包。对，就是让全球的开发者可以在 Iron 这个平台上进行2次开发，去创造出更多样的应用场景。那这样可能性就多了。对啊，这也可能催生出一些全新的职业像是机器人训练师或者机器人管理员。搞不好未来真的会出现一个人同时管理好几个机器人在工作的形态。一人管7个机器人，听起来很科幻。那谈到市场竞争，大家很自然就会把 Iron 跟特斯拉的那个 Optimus 拿来比较吧。对，这个是一定会被比较的。两者的终极目标可能很像，都是要做通用的、能做各种事情的人形机器人。但是看起来他们走的开发路径、设定的时间表，还有对外展示的策略，好像不太一样。这又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很有趣的对比。几年前，特斯拉是让真人扮演机器人，结果现在小鹏是做出真机器人，反而被大家误认是真人。这个对比真的很戏剧性。是啊。而且 Iron 的推出其实也正好呼应了中国把机器人产业视为国家级战略的这个大方向。国家战略。对，官方有设定目标，希望2025年开始可以量产人形机器人，然后2027年要能融入实体经济。很多市场研究机构，像是 Leader Robot、Morgan Stanley、高盛这些，都预测说，未来不管是中国还是全球，人形机器人会是一个潜力非常巨大的市场。所以对小鹏来说，做机器人似乎也是他们公司转型策略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们想从电动车厂变成 AI 公司吗？可以这么说。他们现在很努力的想把自己定位成不只是一家电动车制造商，而是一个更广义的 AI 科技公司，或者是全球性的具身智能公司。具身智能公司。对，他们过去在做电动车上累积的那些经验，比如说 AI 技术、各种感测器的应用、电池技术，还有生产制造的经验，其实都能够转移过来帮助他们开发机器人。这就是所谓的宗效吧？没错。而且这种技术实力看起来也得到了一些外部的认可，像是德国的福士汽车 Volkswagen 就决定要采用小鹏的第2代 VLA 模型和那个图灵 AI 晶片，用在他们自己的车上。
连福斯都要用他们的技术了。对，这是蛮大的肯定。最后还有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点，就是 Iron 的设计，它好像有明确的男性跟女性的版本，这不只是外观换个壳吧？背后有什么考量吗？哎，这个设计确实引发了一些讨论，可能不只是单纯的外观选择。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或许是一种应对恐怖谷理论 （Uncanny Valley）。对，就是那个理论说，当机器人做得太像人，但又差那么一点点不像的时候，反而会让人感觉很不舒服，甚至有点毛骨悚然。我知道那个。所以，给机器人赋予一个明确的性别，这是人类最基本的一个识别特征嘛。或许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增加它的亲切感，降低那种怪异感。有道理诶。不过反过来说，这种做法也可能引来一些批评，比如说是不是在强化某些性别的刻板印象？这个设计背后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东亚文化的因素在里面？这也是值得后续观察的。这确实是个值得思考的面向。好了，今天我们真的是蛮深入地探讨了小鹏这款人形机器人 Iron。快速帮大家总结一下重点好了。我们看到了它那个相当惊人的仿生技术，聊了那场很有趣的真人一遇云风波，也知道了小鹏定下那个2026年底就要量产的非常积极的目标，还有他们初期选择先锁定商业应用场景的策略。但这不只是一个新产品发表的故事而已啊！你想想看，它背后其实牵动了很多层面的问题，像是人工智慧未来的发展方向，人跟机器以后要怎么互动，我们未来的工作形态会被因此改变，甚至还有中国的科技在全球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为什么是这款机器人能够同时引发这么大的赞叹跟这么深的怀疑？光是这一点本身就很有意思了，不是吗？没错。而且何小鹏自己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蛮关键的。他说：“不拟人，就无法从人类生活中获取有价值的数据。”这句话点出来一个核心：机器人如果想要学习如何融入我们的世界，为我们服务，它就必须得模仿我们，变得越来越像我们。对。但这同时也带来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他们这么努力地向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在有意无意之间，到底教会了他们关于人性的哪些面向？是我们的智慧，还是我们的偏见？而当有一天那条界限真的模糊到让我们很难分辨真假的时候，就像这次这个真人一孕所揭示的那样，我们又该如何自处，如何应对呢？这或许是在这个所谓的物理 AI 时代即将来临之前，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开始认真思考的问题了。